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杜，我现在在江苏苏州，这里是苏州太湖上的漫山岛。这个岛是四面环湖，至今不通公路，上岛的唯一方式就是乘船。岛上非常的原生态，这里的村民过着与世隔绝、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岛上还有200多户的人家，但只剩下老人了。首先，我们要去漫山岛，先要来到苏州冲山岛的冲山村，在这里乘坐快艇或者说固定班次的轮船。冲山村这里也是以渔业、农业以及木雕其他产业为生的，这里距离漫山岛有3000米。漫山刻度候船室，今天我选择的是坐快艇过去，快艇的价格是一来一回200块钱，它可以坐7个人，不管你是1个人还是7个人都是200块钱。旁边的大船呢，目前是免费的，但它的班次非常少，据说是1天1班。这是去往漫山岛的工人渔船，等会儿我就是坐这个快艇，大概10多分钟就到了。开船的这位大叔也是岛上的村民，他已经开了30年的船了。不管是快艇、轮船还是当地的渔船，来到漫山村都要进入他们的港湾码头。在漫山北头村呢，也有一个港湾码头。在这里说一下，目前太湖是已经全面禁止捕鱼了，他们的渔船都已经闲置了。上了岸之后跟大叔留了电话，等我们要离开的时候，直接给他打电话，他就会从冲山村那边再过来接我们。码头旁边的这户人家呢，只有2位老人了，爷爷奶奶在这里居住，他们也是刚刚从冲山岛那里回来，坐的也是快艇。这是他家院子里的一口水井。我们先从航拍的视角看一看这里的地形以及目前的情况。中间一大片面积的空地就是他们用来种水稻、种农作物的。那么这里为什么叫做漫山岛呢？漫山岛位于光福镇西，太湖72峰之一，也是太湖的第3大岛。漫山岛的面积是 1.42平方公里，岛有南北2山对峙，呈骨头形，南山的海拔是 77.3 米，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山头，而下面这个村子就叫做漫山村，分为漫山北头村和漫山南头村，这是当地的一个叫法。这里2山之间的地势比较低洼，常遭洪水淹没，故名为漫山岛。漫山南村这里是有近200户的人家，但如今也是只剩下老年人了。我们看到下面有一个信号塔，那这个信号塔也就是网络。他们这个村子在1周之前才刚刚通上了网络，来的也比较巧。2000年的时候这里通上了电，但至今不通自来水，他们的取水方式还是井水。中间这片空地一半是种植水稻，一半呢是养水产，但目前水稻这一半已经全部荒废掉了，没有人再耕种了。而我们镜头前方的漫山北头村呢，一共是有50户左右，但如今村子里面只剩下20位的老人了。整个漫山岛的原住民不足100人了，年轻人都已经出去了，在苏州市区或其他地方都买上了房子，剩下的就是一些老年人看守在这里。漫山岛这里保留了较为完整的传统村落形态，少量的古宅、古桥、古井、古庙等清代建筑，难以想象在苏州还有不通水、不通公路的地方。前些天我去了衡山岛和阴山岛，那里都已经重新修建公路了，水电他们也早已通上了，也都修建了新的别墅，而这里还是40-50年前的房子。我们现在开始进村子里面走一走，看一看。这位大叔正在提井水，他从外面打了一些鱼回来，当然不是太湖里面的鱼，这个漫山岛上也有一个小湖泊，这些鱼都比较小。我还问了一下大叔这些鱼怎么吃比较好呢，他说了一些本地话，我也没有听懂。看一看这里的井水啊，非常的清澈，每家每户门口都有很多的渔网和地笼，毕竟这里也是以捕鱼为生的。
我们看一看大叔家门口的养殖区，这里面养了很多的鸡鸭鹅，这些鸡鸭鹅在城市里面基本上是见不到的。看一看雪白的羽毛呀，这一片水就是岛中湖了，在里面养鸭子养鱼。我发现这些大鹅是有攻击性的，一旦有生人贴过来，它就走过来进行示威了。反倒是这些鸡挺温顺的，但大公鸡也是刀人的。这个圈子里有鸭子也有鹅，但这种大鹅我是第一次见，它的颜色不一样。这个村子有好多房子都已经荒废了，也没有人住。40-50年前的房子，他们的地基都是用大石头的，就地取材。村子里面也有摆放垃圾桶。最早他们这里的房子都是清代甚至明代传下来的，但是后来给统一拆除了，非常的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房子都是40-50年间建起来的。这里有一位大叔正在清理他家的菜地。以前漫山村呢也是比较富有的，等会儿我们来慢慢讲一讲。在得到了这位大叔的同意下呢，我进他屋子里面看一看。这间屋子就是他放杂货和放柴火的，但旁边呢有一个下线的地方，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有知道的吗？应该是养殖一些牲畜的吧。在这个岛上你几乎看不到一位年轻人，这是大叔家的菜地。荒废的房子四处可见，长满了杂草，给人一种非常苍凉的感觉。有朋友在担心他们的粪水都排到哪里去了。如果你在农村待过，你就会知道这些粪水都是用来浇菜的。农村里种的蔬菜都是不打农药，真正无公害有机蔬菜。看到这里再想想你吃的菜。随后我来到了这个村子的一条主路，它中间呢是一条小河，房子依河而建。这里已经开始在改造了，就是要建设一个旅游区，古香古色的老村落。大部分改造的都是民宿，或者说喝茶的咖啡厅等等比较文艺的地方。也可以看到有一些老宅呢已经改善的差不多了。当地的村民扛着锄头什么的开始下地干活了。这位奶奶刚刚我们上岛的时候是有看到过她的，她应该是出去买了一些生活物资，看她走路的速度身体还是蛮好的。在山上我也有发现他们把鸡鸭鹅也养殖到了山上。在村口的位置有一个佛堂，这也是整个村子看起来最古老的建筑了。实际上漫山岛之前是有一个小学的，叫做无限太湖漫山小学，但是现在已经并到冲山岛那边了。这个小学就在太湖的边上，风景可以说十分的秀丽。这个季节呢，树木什么的都是枯枝落叶了，要到春天的时候过来很漂亮。村口还有2口水井，有水井的地方一定有古树。随后我准备到漫山北头村去看一看。南头村距离北头村大概是有1000多米的距离。在途中的路上居然看到了收稻谷的机器，还有农作拖拉机。这些机器应该是用大轮船给拉过来的。当地人说他们已经不种水稻了。来到这个村子之后，就看到大妈正在扛着一些木板，应该是拿回家当做柴火用的。在村口看到了一位大爷拿着收音机听着评书，准备砍他的柴火。他们在这里也的确是没有别的事，一点点柴火都绑得非常整齐，然后再把它劈成小段给扎起来。我在这里也看了一会儿，听了一会儿评书。这个评书他一会儿说苏州话，一会儿说普通话，我也听不大懂呀。一边吴侬软语的评书，一边大爷悠闲自在的砍柴。那么我们现在就到如今只有20位老人居住在这里的漫山北头村看一看。这里的房子显得比较整齐有序。
刚刚航拍我们也已经看到了，村子里面依然是每家每户都会养一些鸡鸭鹅，大叔正在晒衣服呢。走进村子，我发现这一栋房子显得时间比较久了，应该是有个100多年了，青砖黑瓦。这里的老房子会在大门处留一半空，可以从这里看到里面。这样的房子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见。我们看一看这里面，这个房子还是有老人居住的，里面的陈设也是简单淳朴呀。每家每户都有很多坛坛罐罐用来装水腌菜。在房子的门口还有小屋子，这个小屋子应该是给养的宠物居住的。前面一栋依然是老宅，漫山北头村这边的房子像比较破旧的就会少一些。看一看这一家里面。在进这个村子之前，我们也和当地的村民聊了聊，经过他们的同意，他们也很乐意让我们在这个村子里进行拍摄。门口有一口井，这口井上刻的是1995年12月18日，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打的。这些2层的楼房呢，与我们去上海拍的农村江浙沪一些都是比较类似的典型的江南农村风格。这位奶奶正在整理她家的渔网，在这我看到的地笼是比较多的。在这样的村子，你会发现柴火对他们的重要性有多大。有水有火有可吃的才能解决生计。这是漫山北头村的后山，山上呢依然是养了一些鸡鸭鹅和他们种的竹林。这里有一家2层的楼房，同样是荒废了，里面都长起了杂草。这栋房子如果住的话，还可以住很多年，看起来还是比较坚固的。这一口水井也是漫山北头村最古老的，看一看井口边绳索勒的痕迹。据当地一位86岁的老奶奶说，她小的时候就有了，这口井起码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在漫山岛这里，你会发现几个现象：第一，村子里面是没有年轻人的；第二，他们这里呢也不种茶叶，也不种果树，与西山旁边的衡山岛、阴山岛以及东山是不同的。这几位奶奶坐在这里晒暖呢。这一段时间天气还是比较好的，气温开始回升了。我也和这2位奶奶聊了聊天，她们都已经80多岁了，而漫山岛这里年龄最高的是有97岁。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这位大叔依然在这里悠闲地听着评书，砍着柴火，看看这一捆多么整齐。那么最后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村子没有年轻人，它是必然会形成的一个现象。也许在城市里面的人看这样的环境是一个与世隔绝、世外桃源般的地方，但是对于这里的人，他们从小到大都生活在这种环境，这里是交通不便、通信封闭的地方，所以他们要走出去，年轻人肯定是没有人愿意待在这里的。以前这里的村民都是出去经商的，还比较富有，编草鞋卖出去，后来又卖牙刷。这里没有果树茶叶，经商的人不爱种茶叶什么的，因为这种收益来得太慢，他们要的是及时见效。2400平方公里的太湖岛上生活着祖祖辈辈靠打鱼为生的人家，一代一代繁衍生息。美丽的太湖就是这样世世代代的养育着太湖儿女。在这个村子里面详细的走了走，看了看，不久之后这里将会作为一个旅游区对外开放，古香古色的气息弥漫开来。那么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